常感谢内陆华美协会 ICAA 的邀请哈，也谢谢梁会长的介绍。因为刚才 Shirley 已经介绍了一部分关于文化和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哈，那这样我想我今天的讲座就可以少展开一些，可以讲得快一些哈。那下面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古诗词鉴赏和情绪管理这个主题。那刚才梁会长已经介绍了，我在来美国之前呢，是在肿瘤的临床和科研领域呢工作了大概20年。我的学术专业是医学，不是文学，但是呢，文学艺术一直是我从小的爱好。那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呢，我想在这20多年里，我每天面对的都是肿瘤病人，面对的是生老病死，也许比大多数的人，在座的大多数的人哈，更能够深刻的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体会到健康的重要。那作为医护人员，都很熟悉100多年前特鲁多医生的这句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治疗和帮助是我们医生的使命和职责，但是呢，安慰也就是人文关怀，却是医生时时刻刻需要提供给病人的。作为肿瘤医生，当我在面对病人和家属的时候，我总会劝他说：“你要调整心态呀，你要放宽心啊。”但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让他把心放宽？怎么样才是对病人最有效的安慰？这其实也是在我做医生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因为自己从小就热爱文学，所以一直也在关心文学艺术和身心健康方面的一些相关文献的研究，也很认可文学艺术文化领域在增进身心健康方面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刚才Shirley 也有分享到这一些，所以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一起来探讨哈。那我今天的讲座大概就从这4个方面展开。首先呢，会提到情绪管理对健康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在诗词养心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实践。那古诗词鉴赏在情绪管理当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的诗词的疗法，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略微分享一下。那首先我们还是来看这句话，为什么这句话至今还是受到医疗工作人员的认可？为什么那么强调对病人的安慰？那其实安慰就是对病人的情绪的一种安慰，是属于情绪管理的范畴。那情绪管理对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想是一个公理了，我这里只是简短的给大家再来理一下情绪管理和健康之间的一个密切的相关性。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情绪管理。情绪管理指的是就是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来有效的处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让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心理状态，更好的一个情感的状态。它其实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像情绪识别和理解，就是你能够知道你现在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范畴，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这个情绪会对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还涉及到一个情绪的表达，你可以以一个怎么样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过分的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者说是过度的去放大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要知道怎么样去调节，在不同的情境下面怎么样的去应对。那情绪管理它当然和人际关系也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它可以帮助你有效的去管理你的人际关系，处理好人际关系。所以有效的情绪管理是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提升我们的工作学习的质量，可以减少不良情绪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它对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健康到底是什么？我们天天都在提的健康到底是什么？WHO 它对于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美的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不是说你不需要去看医生，你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是应该生理上和身体上以及社会性上你要同时达到的一个标准。所以从此我们来理解情绪管理，它对心理的影响，它对身心的影响，它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直接
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具体的身心方面、生活方面的一些健康和质量。情绪管理可以引起的这些方面的一些相关性，我想大家也都能够理解哈。首先，情绪跟生理、心理肯定是有很强的一个关系。良好的情绪管理，它可以维持我们良好的一个心理健康。那生理健康其实也是会受到情绪的影响的，身和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说一个词，跟人家在聊，哎呀，他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心寒呐、当你在说这个心寒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真的会感觉到有那么一丝丝的寒冷。还有呢，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好像觉得我们皮肤，哎呀，最近皮肤很不好啊，老是发痘痘啊，老是好像一下子苍老很多啊，可能这个病背后就存在着情绪的问题，是有什么事情影响到你这样子。医学方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临床和实践证明了，我们情绪的变化，我们心理的变化是会导致相应我们体内的内分泌、体内的脑神经介质发生改变。那这些改变呢，又会影响人的免疫能力，最终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功能的紊乱和失控。所以我们尽量要让我们的负面情绪不要一直在持续，要进行很好的一个控制和管理。如果这些愤怒啊、焦虑啊、恐惧啊、悲伤啊这些不良的情绪一直在的话，是会引发我们身体的炎症的，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的，包括会影响消化系统。像经常焦虑的人，胃溃疡的发生率就会比较高啊。所以呢，到最后可能会引起一些恶性的肿瘤啊，甚至像刚才舍里提到的，有些可能会有一些自杀的风险。生活和临床工作当中，这些例子是非常多的，包括像我们演《红楼梦》林黛玉的那位演员啊，最后的这个去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包括像范进中举，大家都可能都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喜或者大悲，如果你不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的话，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医生出身的人啊，或者说是那个跟有一些人他要宣布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前面都会加上一句：“哎，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说，你先找张椅子先坐下来。”或者说是在之前做一个铺垫，这些都是为了避免他的身体健康出现一个突然的状况。那情绪管理的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我们都喜欢和情绪稳定的人打交道，或者说是跟有情绪价值的人打交道。如果你的旁边家人啊或者朋友啊动不动发火啊，动不动抑郁啊，你是不是会内心会下意识的去躲开这个人？我少跟这个人打交道，我少和他说话。所以说，情绪管理对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如果有一个比较平稳的情绪的话，那在工作上、在学业上的表现也会更专注、更冷静、更高效。那最终呢，它会提高你一个全面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满足感，让我们更容易从低谷当中走出来，从挫折从困难当中恢复过来。所以说，良好的一个情绪管理是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去发现身边的美好，去享受生活当中的美好的时刻。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尽量要学会和负面的情绪相处，那还要去培养自己管理自己积极情绪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做医生的时候，我经常会和病人说，要保持心情愉快，心态要好，这样你病也会好的快一点。但是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得好像有一点点那么空哈？那具体你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有效的帮助患者进行一个情绪上的管理？甚至你可以达到一个《黄帝内经》所说的上工治未病，怎么样来更好的进行疾病的预防，能够让人更健康、更少得病？那这也是我在做医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
思考、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问题。